大家好，在灾难的面前，爱心是有分量的；而在爱心的面前，不同的想法也是有各自的分量的。上海的疫情一直以来都让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牵肠挂肚、夜夜揪心。毕竟前有武汉封城，现有上海封城，任何形式的封城都会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有意思的是，最新的一波公益活动当中，赵丽颖和王一博再一次通过与别不同的方式，展示出了自己的魅力、爱心和想法出来。云飞的江湖，大写的爱，真的是无处不在。深度降温度，新闻最专注。终于，一则王一博给上海捐赠防疫物资的伪光正的词条，最终碾压了这几天下来接连不断的陈情令的花市周年词条，阳光满满的冲上了热搜榜了，而且一上来就是2600万的阅读量和超过1万的讨论量。这种超然发光的社会正能量，终于帮助正主本身拿回来了高价值、高流量的热搜的真正主场了。新闻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您非常好奇的话，就烦请您自行的回顾一下新闻我深扒过的最近那些花样众多的捆绑式销售吧。这种捆绑王一博的销售方式，已经是各式各样有心人士的标准化的操作来的。2022年4月22号，娱乐圈突然之间掀起了一场轰隆隆的支援上海抗疫的公益风潮出来，许多的明星纷纷出面捐款捐物，大晒物资。就在仅一天的时间里面，就同时涌现出来了10多位的大牌明星牵头守护的动人场景出来。这场景很暖心，很有意义，也很政治。黄晓明、杨颖、孙俪、邓超、赵丽颖、王一博、张杰、谢娜、李荣浩、杨丞琳，通过这一连串的大牌明星们的响当当的名字，您能够看得出来个中的趣味点、关联性和政治性吗？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早就讲过了。娱乐圈泛政治化带给娱乐圈明星的影响，不是简简单单的学习政治，而是党员带头的实用政治。这一大波巨星带头的公益风潮，时间点真的是精准到位，恰到好处。而且呢，在多个政治滤镜的下面，这些带头公益的优选艺人们，甚至可以细分一下，可以分为多个类别类型，其中就包括被动型和主动型，选择型和大爱型，高调型和低调型。各种类型烦请您对号入座，因为那些有趣而硬刚的趣味点，恰恰好都深藏其中呢。因为患难的面前更显人心和人性。平日里那些喜欢天花乱坠、口吐莲花的人，到底做了什么？其实比到底说了什么重要的太多了。首先，这场喜闻乐见的明星公益风潮，跟遥不可及的政治到底有什么关联呢？要知道，上海作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超级城市，3月中就已经筛查了，3月底就已经封城了。结果呢，直到现在，也就是刚刚好1个月过后，才突然之间刮起了这么一股指标性很强的公益风潮出来。
那么这中间的时间去哪儿了呢？这黄金的拐点又在哪儿呢？所以说背后的操守、大旗的考量真的是不言而喻的了。当然了，无论娱乐圈的政治化操作怎么去筛选过滤，怎么去排队玩法，能够有幸冲上了第一批的公益名单的顶流大腕们，个个都称得上是脱颖而出的正能量的佼佼者来的了。而且神奇的是，赵岭和王一博这一对蜚声海外的云蜚夫妇，居然再一次的意外的同框了。说到这儿，您再暂停一下，回味一下刚刚先我特别提到的那些名字吧。那些名字是不是都有一个好玩的共性所在呢？是不是都是一对接一对的趣味的夫妇呢？这就是趣味点之一了。因此云蜚夫妇的出现再次呈现了一幕让人意外也不意外的趣味的场景出来了。说实在的，这种有心有爱就有力，出钱出汗又出名的官方认可的正能量的宣传方式，绝对不是谁想谁就能够顺顺利利的搭上顺风车的。即便此时此刻真的是有一些三流18线的艺人们真的很想去凑热闹，很想去刷流量，因为这一回上海封城这几个字本身就是一个敏感度超高的热搜词汇来的。这点其实先知先觉的新闻我早就已经是聊过的了，因此呢，毫不意外的环顾整个的内娱圈当中，目前为止依旧还是没有几个大 V 大号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次统一公益行动的幕后的趣味和内在的蹊跷。这一回慈善教主黄晓明干得很漂亮，他的主攻的方向是为行动不方便的老人们捐赠蔬菜和鸡蛋，而且每户老人10斤菜和30个鸡蛋，这个动作很爽也很豪。为什么今晚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或许不知道，鸡蛋现在在上海已经成为了比钞票还值钱的保值硬通货来了。有趣的是，黄晓明的前妻杨颖主攻方向则是自己的铁粉。这位特立独行的杨颖先是在上海的万千铁粉当中严选了4位的幸运儿出来，然后呢接着呢再把物资集中送到幸运铁粉所在的小区当中，所捐赠的物资则包括了牛奶、食用油、挂面等等等等。说到这，还是需要提醒一下您，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因为有对比总有趣味，总有趣味点。因为每一场大盘棋当中，每一个人的角色、动力和心智其实都注定是不一样的。说到这，邓超就是这么一个特别典型的被人指指点点的悲催例子了。邓超之前已经专门的录制了爱心视频来为上海防疫发声，结果呢，共克时间的视频迎来的却是骂声一片。大家伙都希望他们两口子来点实际的。说到这，希望您能够嗅得出来若干政治的味道在里面了。于是乎，这一场轰轰隆隆的公益风潮当中，邓超、孙俪夫妇主攻的方向是70位的老艺术家们。他们俩捐赠的物资是爱心
大礼包来的。无独有偶的是，另外的一对被吃瓜群众们叫骂吝啬的明星夫妇，则是赵丽颖的好朋友张杰和谢娜。那么您猜，这一回张杰和谢娜的主攻方向又是哪一类的人群呢？说到这，新闻我只能够笑而不语了，因为这对夫妇主攻的方向是70岁以上的老人的群体来的。说到这，是不是很好玩呢？有一种任务上的安排，就是让新闻我老是笑而不语了。这还没完，李荣浩、杨丞琳这么一对夫妇的主攻方向，您又猜又是什么人群呢？他们的主攻方向是独居的老人和弱势的群体，而且他们的捐赠的物资既不是水果蔬菜，也不是大米肉食，而是张口就行的已经做好的快餐来的。说到这么多对夫妇的主攻的方向和捐赠的物资，您看出来个中的道道出来了没有呢？跟着您再继续的猜猜看，云匪夫妇的公益趣味点又在哪儿呢？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为您趣味总结了一下这对云匪夫妇的5个公益趣味点出来，同时也跟您趣味的分享一下这2人永远与别不同的好玩之处。其一，对比出手阔绰的摆拍达人黄晓明，亿万豪姐赵丽颖更加显得低调而奢华。黄晓明的照片都是1对1的统一的相当感恩的场景来的，而赵丽颖的照片呢，就是加高加长的大货车的直视冲击感了，算是相当的拉风的那一种。而且呢，红底白字的赵丽颖驰援上海抗议的字眼简直扎眼到不行了。其二，对比之前提到过的明星的物资，这个苦孩子出身的这个赵丽颖所捐赠的物资，简直就是实用百宝箱、健康魔法盒了。里面有大米、蔬菜、牛奶、鸡蛋、水果、维生素一应俱全，营养值全面激活了。其三，王炸弟弟王一博所捐赠的物资当中，居然也是意想不到的实用百宝箱、健康魔法盒，居然都是外用的防护物资，里面有防护服、口罩、手套、消毒液等等等等，消杀结合，全面防疫，基本上算是面面俱到的了。其次，这个爱心爆棚、细致入微的王炸弟弟王一博所捐赠的防疫物资，居然指定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主攻方向，那就是那些不起眼的、少人关注的特困区和老旧区。其五，说到这，您发现了没有呢？云匪夫妇双剑合璧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把双方的物资刚好一重叠的话，那么刚好就是外用内服，里外齐活的了。不管是不是巧合，还是事先商讨过的，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趣味点，注定也是没有人能够察觉得到，能够看得懂的。总之，云匪总是慈善不甘人后，思想与别不同，那就对了。另外还有2个小小的细节，不提还不行。一个就是慈善一姐韩红在个人的平台上专程的感谢了王一博的支持，而王一博
则加倍的回应了3个的爱心。这2个人之间的小小的互动所展示出来的大大的爱心，懂的人自然懂。因为韩红可以说是王一博的公益引路人，而王一博可以说是韩红的公益接班人。新闻我这个说法，您说对不？另外一个小细节也是新闻我硬核聊过的阴德了。所有爱云匪、懂云匪、积阴德的那些有兴趣的朋友们，还是值得反复的去回顾一下的。为什么新闻我会这么说呢？因为通过基金会发布的捐赠的明细，大家伙就能够轻易的发现，原来这个赵丽颖不仅仅是捐赠了物资，而且呢还捐款了。虽然这个基金会并没有公开公示赵丽颖的捐款金额到底是多少，然而呢，重要的是，在这么一份的捐款的个人名单当中，圈内的所有的艺人当中，只有赵丽颖这么一位。如果不是基金会公开了名单，没有人会知道的。而且呢，赵丽颖的工作室这次也没有张扬，因此呢，铁杆的粉丝们也都不知道。所以新闻我在最后只想说的是，星河璀璨，人类渺小，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积聚在天上的财富与能量到底会是多少。